随着卢沟桥事变的发酵，日寇借势发动了平津会战，旨在打开中国门户，三越亡华。由于29军军长宋哲元的错误判断，平津地区失去了抗击日寇前锋的先机，甚至导致了之后整个华北地区的沦陷。这也成了这位一生抗日的爱国名将无法抹去的污点。但宋哲元的一生终究是功大于过，不能因为其一时的失误否定他前半生的功绩。此时的日寇虽已强占北平、天津，但平津会战并未结束。我们第一时间电令29军重新准备，驻防海河南岸，尽最大可能将这场战争隔绝于河北之外。但是可惜，这个计划并未完全成功，海河西岸依旧被日军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，华北地区的危机仍旧未能解除。就在我们筹划着如何在华北地区抗击日寇之时，一场规模更大的攻势却已悄然而至。上海地区的沦陷，使得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重视首都南京地区的防备。但是日寇装备精良，我们国民革命军与他们的战斗力水平还是小有差距，因此我们不得不开始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将南京与上海地区的工厂向中国的内部迁移。除此之外，中国各地高校也纷纷做好内迁的打算。只有工业与教育的火种全部留存的国家，才有资格在这弱肉强食的时代期盼未来。而现在，中国的未来需要90天的时间。8月24日，淞沪前线最高指挥官收到一封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电令。无论伤亡数字如何触目惊心，无论日寇的攻势如何凶猛，我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中国的未来也需要这3个月的时间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淞沪会战近3个月的时间内，中国方面总计伤亡约30万，不仅粉碎了日寇3月亡华的嚣张气焰，更是为后方的工厂转移、院校内迁提供了足够多的时间。在这分秒必争的3个月内，平均每小时就需要用139人的鲜血与生命去争取，用他们的血肉保留中国未来的希望，并捍卫中国历史的火种。日寇的攻势十分凶猛，很快就突破了我们的第1层防卫线。但由于防御及时，并没有出现一溃千里的情况，我们继续在苏州、无锡、杭州等地与日寇周旋，身后就是南京，我们早已退无可退。1937年8月31日，苏州、无锡两地相继沦陷。坐落在日寇面前的是南京最后的防线镇江，若是镇江也被日寇攻陷，则首都南京将再无险可守。我们现在别无选择，唯有死战不退。9月29日，我们中国终于进行了国家总动员。大战开始2个月之后，我们的国家终于进入了前期动员状态。与此同时，北方战局并不容乐观。虽然说我们勉强将敌人挡在了海河以北，但是我们的绥远地区却遭到了敌人的强势突破。在百灵庙再一次成为沦陷区之后，我们不得不放弃我们好不容易才占领的万全重镇，退往南方的山脉地区，继续与敌人周旋。9月19日，在日寇的猛烈攻势之下，我们不得不选择撤出驻防了1个多月的晋北重镇大同。这是诸多失误合并到一处所造成的结果。虽说我们的支援率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档次，但是在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之下，依旧有不少的支援部队无法及时的抵达战场，导致了前线诸多要地的沦陷。而在大同一战中，我们失去了与敌人誓死一战、对抗到底、背水一战的魄力。毕竟失去了北方重镇之后，大同是真的很难守，不如撤往南方的太行山脉，在山地与敌人游击。这样日寇即便攻下了山西地区的门户，他们也难以向太原进军。而我们的南京方面也并不好过，我们需要尽快
快地推进军队的革新，成立后方勤务部，推进政治训练，并且提高军官素质等，同时呼吁各地军阀积极抗战。我们的时间十分紧迫，已经由不得他们浪费时间了。自卢沟桥事变以来，川系军阀头目刘湘便多次请缨，呼请全民抗日，其本人甚至亲自率军出川抗战。刘湘曾表示，过去打了多年内战，脸面上不甚光彩，如今为国效命，如何可在后方苟安？虽然是个军阀，但其抗日之心确实令人敬佩。而他手下的川军也是抗日时期的主力部队，虽在内战时期有双枪兵的不雅绰号，但在抗战时期，川军总计贡献了350万的子弟兵抗日，而此时四川的人口也不过才3500万左右，其壮烈程度乃诸省之最，故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。如今川军也是最先整编完成，投入到抗日前线。由于我们成功的守住了海河防线，因此华北地区暂时没有太大的变故。而在淞沪战场，我们凭借我们兵力的优势，也勉强守住了镇江、杭州2个重要的关口。基本上呢，我们的操作就是撤退换防，或者说某些时候军队实在顶不住了，不得不开一下背水一战。不过呢，只要不出什么意外，我们与日寇的战争也许会一直这么僵持下去。1937年11月11日，经过3个月的日夜兼程，南京与上海地区的第一批工厂已经成功转移到了武汉，而我们华南地区的将士们也是牢牢守住了镇江这个重要的关口，没有让敌人挺进南京分毫。不过此时咱们在淞沪战场上损失的兵力已经达到了11万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一次战役我们胜多败少，我们的胜利比是72%。毕竟我们现在输不起，一输便是一溃千里。而相较于华南战场，咱们的华北战场才最为惨烈。此时的华北战场已经损失了将近18万人，且胜利比例仅有35%。如今算上各方政府，我们中国已经损失了33万的士兵，而日本方面仅仅只有我们的1/10。这样大的战损差距，让我们心中不由得升起一丝悲凉。镇江还能守多久？南京又还能守多久？但还好，海河防线我们已经逐渐稳固，反倒是山西地区，日寇在此处增加了不少的兵力，对大同、晋西北还有河套地区发起扫荡。不过我们相信，依靠山西与陕北的地形优势，我们一定能够将敌人拖在这里。11月15日，青海马家军、西康军、滇军、宁夏马家军4支军阀的部队终于整编完成，4个军阀的部队加起来仅仅只有13个师，仅仅只有川系军阀的一半。也罢，现在正是全民抗战之时，并不是与他们纠结出兵多寡的时候。只要出兵抗日，我们便既往不咎。1937年11月17日，位于大同东部的灵丘县遭到日军突破，若此地被日军站稳脚跟，则位于北部太行山脉的友军便会遭到五面夹攻且难以支援。因此，我们必须要趁着这股日军立足未稳之时，迅速将之击溃。最终经过数日鏖战，我们终于成功夺回灵丘，继续稳固了太行山防线。而这一仗也成为日军全面侵华之后我们得胜的第一场进攻战。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数，毕竟在灵丘县下有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，叫做平型关。但是在淞沪战场，我们却遭受了重大的损失。南京最后的门户镇江被日寇攻陷，如今整个世界的焦点都聚集到了这里，南京保卫战即将打响。坏消息接踵而至。12月2日，日寇突然间对山东地区的第3路军发起进攻。第3路军军阀韩复渠不仅仅是个亲日派，而且消极抗日，对于加入统一战线并不感兴趣，甚至拒绝让国民政府的军队入驻山东。但是山东地理位置极其重要，若是被日寇轻松登陆，则我们华北的抗日主力必然腹背受敌。加之中原地带并无守军驻防，若让日寇登陆，则必被占领大量的要地。现在已经到了取舍的时候了，究竟是相信韩复渠会竭力抗日，后方一切安好，还是放弃华北地区的抗战结果，退往黄河沿岸驻防？
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是十分愚蠢的行为。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，绝对不能轻易的相信任何人。撤退与僵持都不是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的选择是进攻。12月15日夜9点，在戴安澜将军德谢师的掩护之下，80军第191师成功跨越日寇海河防线，率先收复故都北平。这个师的编制历史上确实存在，师长杨德亮为云南昭通人，黄埔3期毕业生。不过在历史上，他主要活动于陕西、甘肃地区。而这一次收复北平，是我们抗日历程上重要的篇章，也是自平型关大捷之后又一次辉煌的胜利。北平战略位置极其重要，作为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，连接万全、大同两地补给中心。此地收复之后，绥远地区的日寇只能接受伪蒙地区的补给，同时占据北平还能打乱日寇的战略部署，减缓对山东地区的进攻。什么嘛，这么看来小鬼子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嘛！交战半年了，没有向前推进一步不说，还被我们找机会收复了北平。淞沪战场日寇虽然拿下镇江，但南京还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。3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，我们已经扛住了日寇最猛烈的一波攻势。看样子，只要坚守住北平、南京，抗战胜利便指日可待，有死在握啊！几个月的高强度战斗令北平的驻防士兵人困马乏，除了高额的伤亡数字以及严重的装备赤字，我们一无所获。3月1日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，我们不得不选择撤出来之不易的北平。维持了3个半月的平津守卫战再次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。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镇江的防线彻底崩溃，南京成了孤悬江东的最后一道防线。难道就连南京我们也守不住了吗？来吧，开始行动！
回想2个月前自信满满的样子，便觉可笑。或许从一开始反攻北平，试图快速结束战争本就是错误的战略，或许整场战争都是错误的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胜利的希望。劣质的装备、低下的战斗力、腐败的政府，还有落后的国民素质。如今南京沦陷，多次冒进的进攻与多余的防守又消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，我们还能打下去吗？也许在现在的我们看来，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早已注定的。但是在宿圣论与亡国论盛嚣尘上的1938年，多次战败的打击已经衍生了无数的亡国论信徒，开始走他们所谓的曲线救国的道路。即便在现在的游戏中，我们也希望迅速落日，消灭日本。宿圣论从未消失，它潜伏在每个人的傲慢、自大与浅见中。而当宿圣的希望彻底消失，这一论点便会转化成亡国论。试问有多少人没扛住日寇的攻势后独当再来？又有多少人对自己运营策略不满后重新开始？每个玩家或许都是宿圣论与亡国论的忠实拥趸。我们拥有抗日的决心，却总缺少抗日的底气。但是，当1938年5月26日延安的一个窑洞里发出震天怒吼之后，那份缺少的底气将会重新被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拾起，因为